about the future. 那在2500年以前，世界各地的人都会跑这儿来，到中间这个阿波罗神庙来求神。700年啊，也就2700多年的一个铜钵。这个铜钵呢有一个架，大家看到它这个角是，对啊，是羊蹄还是什么牛蹄啊？类似于是动物的角啊。3支架，这是三脚架，然后呢加上这个铜钵。这个锅呢，它并不是真的拿来这个煮饭啊烧东西的，它是拿来作为一件礼品送给这个神庙的。So like in modern days, food. 这张图纸可以看到，就是说在它的边缘，锅的边缘的话呢，会有一些兽啊，然后呢也有人物的这样的这个装饰。德尔菲，一个非常重要的希腊圣地啊，即所有古希腊的联邦城共同的圣地啊。在看到中亚、欧洲的历史，其实也可以看得到很多在罗马之上的希腊古城了。先有希腊，再有罗马。很多人说罗马的智慧传承于希腊的智慧啊，希腊的民主社会也带给了罗马最主要的它的整个法律啊。德尔菲、阿波罗，著名的德尔菲神谕就在这里颁布。德尔菲位于弗基斯，1987年，它也是被列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名录。泛希腊圣地，在这个城邦政治的复杂结构，在宗教意义上，所有希腊人都要提供自我认识的唯一途径。据说阿波罗神庙的入口写着“认识你自己的格言”。我们现在在博物馆内，但是它做的也非常精美。这个就是我们讲的宝库。所有他们有人就说到这边来求神的话呢，他们都会带礼物。那这个房子里边就是存放送给神的这些礼物。在后面还有一个阿波罗神殿啊，但是这个阿波罗神殿很多的这种古迹、雕刻，还有它遗留下来的东西，就放在德尔菲的博物馆内啊。德尔菲博物馆跟阿波罗神殿，它就挨在一起，连在一起啊。那在这里早期是信奉大地女神 Gaia 啊，后来被阿波罗所取代。据发现，希腊人想要请求神明指示的时候，都会来到德尔菲询问灵验的阿波罗神谕。伊底帕斯弑父娶母的故事，奥瑞斯特弑母报仇的故事，也都曾经来询问过德尔菲的神谕。苏格拉底也曾经到这边来询问过：嘿，请问一下，谁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一般都是像围袍一样，就是很简单，一系就可以，很容易就脱下来。里边的话呢，它有一个衫，一般都是亚麻的，白色的，就穿的里边比较舒服，比较这个透气，薄薄的，一直到脚跟。它这个头发呢一直垂肩啊，然后呢，大家可以从它的耳朵看到它的耳洞，这表示什么？它有戴首饰，戴那个耳环的哈。讲到了德尔菲，不由得必须要讲到哲学家苏格拉底。在西元前399年，是一个雅典民族法庭把他判死刑的哈。其实雅典人正在装点海船，次日准备前往提洛岛祭祀阿波罗神。据说当初的雅典王子提修斯自愿作为7对被迫献给米诺牛的雅典男童男女之一啊，前往克里特岛，决心解脱强在雅典人身上的诅咒。在临行之前呢，曾经呢说过，如果他们安全返回啊，每年将前往提洛特岛祭祀阿波罗啊。对这种神似的宗教祭祀活动呢，非常的重要哦。那古希腊流传的一个故事，一只身上有着双翼的狮子，它的头啊是女人。我们其实刚刚已经看到了那个雕像哦。那个雕像有没有？刚刚有一个狮子有翅膀哦，它的翅膀是狮子，头是女人，名叫斯芬克斯的怪兽，坐在希腊部落拜城附近的悬崖之上。
过路的行人呢，必须回答一个谜语，如果回答出错，完了你就被怪兽吃掉。那这个谜语是讲什么？有一种生物 A 在下用4条脚在行路，中岛用2条脚在行路，暗下用3条脚在行路。俄狄浦斯成为底比斯国王之前，答对了这个谜语的谜底，所以呢，斯芬克斯呢就跳崖而死啊！就是斯芬克斯，就是我刚刚说的有长翅膀的那个狮子的女人哦。斯芬克斯的谜底是人，人是天地之间最大的谜题，所以你想想看哦，那个答案是人。有一种生物早晨用4条腿走路，中午用2条腿走路，晚上用3条腿走路。人类一旦对这个谜题有所认识，就是对自己认识的开始。这种认识可以克服人类的恐惧，甚至会使用这种恐惧以狮身人面这个怪兽为象征的恐惧消失啊。其实这应该更简单的来讲，就是人年轻的时候、年少的时候4条腿走路，为什么？因为在地上爬嘛。到了有年纪的时候，成年之后呢，用2条腿走路，晚上呢用3条腿，因为有多了一个拐杖啊。古希腊的哲学是从探讨世界的起源开始的。什么是构成世界上最基本的元素呢？环绕了这个问题，古希腊的前苏格拉底的哲学家就提出了各式各样的说法。古罗马的学者西塞罗认为是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拉到了人间。古希腊的普罗泰戈拉有一句名言啊，他说啊，人你是万物的尺度啊，是存在者之所以存在，不存在者之所以不存在的尺度。我听起来真的绕口哦，但是呢，你知道，在当时的人们能有这种理解，能够讲出这种话是不得了的。人是衡量万物的尺度，对于这个尺度的本身的认识，在苏格拉底之前，古希腊所有的智慧，我告诉你，它就很简单，都以人作为一个中心点。这个尺度本身的存在，天上地下的一切啊，这就是很特别的地方啊。那苏格拉底也曾经追问人的认识到底有多少的可靠性的工作呢？从德尔菲的神坛的一个神谕开始的。德尔菲的神坛供奉着阿波罗神庙里面，阿波罗神庙里面入口写着一句话：认识你自己。所以有一次呢，这个苏格拉底啊，就向德尔菲的神坛求问啊，我问一下有没有人比我更有智慧？德尔菲神坛就回答说呢，再也没有别人了。苏格拉底说自己完全被这个回答呢困惑住了，他自己明白，对于智慧之道，不是他最聪明，原来他是一无所知，但是神又不可能撒谎，所以当时他就开始拜访四处以智慧最出名的人，看看神是否在这个问题上出了错误。这就是苏格拉底，所以很重要哈。重要在哪哈？如果当你去问神你去跋杯问神，神说你是上高，你这行李的行功，大部分的人呢想的是什么？哈哈，我准备赚钱了。但你看呢，苏格拉底他并没有这么认为，他认为说没有人比你更聪明啊。这一棒打到他，认为说原来我是这么的浅薄，人的智慧是没有意义的哈。那所以呢，他去请教了政治家。据苏格拉底的说法，这个政治家被许多的人认为是有智慧的，也认为他自己具有更大的智慧。苏格拉底自己发明了一种提问的方式，透过他自己的提问，你看这墙上写的都是希腊文使对方陷入自相的矛盾，从而认识到自己对问题的无知。苏格拉底用这种方法，很快发现这个人在他身上所没有的领域的智慧，这就是苏格拉底。哇，这讲起来非常非常的长那但是呢，从这当中呢，我们可以看得到，在这里面很多的东西都围绕着这个苏格拉底的大师、大理石的雕像等等的，甚至在大英博物馆里面也可以看得到苏格拉底将追求智慧的中心从天上转移到人本身上面，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工作这项工作呢，当时惹恼了几乎所有雅典城邦有头有脸的人物，把苏格拉底视为死敌，所以呢，必欲之至死地而后快苏格拉底没有退缩，他认为这个工作是神交给他的，他认为神命令我履行一个哲学家探讨自己跟探讨别人的生命，因为面临死亡的威胁，就要放弃神交给他的职守，那一点意义都没有，就像在战争当中贪生怕死一样作为万物的尺度，人你一旦自以为是、傲慢又自大，这把尺就会失去了标准。原来在苏格拉底的时代，他就已经发现了这一点。
而苏格拉底真正的工作其实是让人看到这一点的啊。毫无智慧的时候，其实才是人走向智慧的时候。哇，深奥吧？来到阿波罗神殿，不由得你就必须谈谈苏格拉底。所以啦，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在这一个苏格拉底阿波罗神庙最主要的地方啊，这个地方呢，著名的德尔菲神域就在阿波罗神殿呢。那在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看得到，在这一个非常重要的阿波罗神殿拥有了什么东西？它是世界的中心点，因为在希腊的神话故事当中，宙斯为了确定世界中心的位置，他在世界的尽头两端各放了一只老鹰，令其往世界的中心飞去。这两只老鹰呢，一个从东边飞，一个从西边飞，就绕了一圈，聚集在德尔菲，因此德尔菲又被称为叫做世界的中心。希腊神话开始于口耳相传，我们今时今日知道的希腊的神话绝数，大多数传说都来自于我们现在在墙上看到的古希腊的文字，叫做古希腊文学。希腊神话是古希腊宗教组成的一个部分。现在的学者更倾向于研究的神话，因为其实实际上神话它反映了古希腊的宗教、政治制度、文明。神话产生是它主要的本质部分。德尔菲距离雅典185公里，位于希腊的中希腊大西南部的地区，弗基斯州。它这里是一个希腊圣地，也是所有古希腊城邦共同的圣地。德尔菲这个名字听说来自于这个 Dolphin 海豚呢。在荷马的诗歌当中，阿波罗为了这个地方创建教派，曾经以这种动物形象吸引了克里斯特的航海者前来这里作为最早的祭司。考古学德尔菲地区最早有人类居住的迹象，其实已经到了旧石器时代。也许你会觉得以前的人无知不懂，但是呢，人类的历史是一路一路的传承下来。在圣地的遗址上发掘了一个西元前1400年前左右的中等规模的村庄，名叫做皮托。皮托这也是德尔菲的旧名。现在看到的这个圣地，这个时期开始发展出了第一座神坛以及神殿。当阿波罗第一次来到了这个地方的时候，阿波罗来到德尔菲的时候，这里原本是一条骏蟒皮托看守哈，皮托同时也是盖亚生出来的哈，守护了这里的神域。阿波罗希望用自己的神域来指导人们，因而用弓箭当时杀了皮童，将圣地取而代之。这个神话将阿波罗描绘成一个征服者、奠基者，这也是为什么他能够成为殖民地活动的守护神。殖民活动的守护神为什么都是以阿波罗为主？那你知道原因呢？因为他是第一个征服者，特别是在西元前8世纪到7世纪之间，阿波罗获得了很高的声誉，当时如火如荼的殖民事业的守护神。这个神谕也至于了圣地的核心。神谕呢，就是什么神的旨意啦神的预言啦等等啊。所以啊，你看到后期的欧洲殖民史上面，很多时候都会看到他们祭祀着阿波罗，因为他实际上是神谕性的，也是古希腊的重要的人物之一。我们现在准备离开阿波罗神殿啊。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你当时到了阿波罗神殿的时候呢，所了解到、所听闻到的呢，不一定有来的那么的深、那么的多。但是历史总是这样啊，历史故事喜欢听聆听啊，不然呢就是看看这希腊带给你的美感。尤其是，其实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地方是什么？欧洲或是地中海的山中城市，这个山城总是很吸引我。哎呦，你看这眼睛那么厉害，几架菇啊，在地上有没有？野生的哈，你觉得呢？看到这一幕，我眼泪都快流下来了啊！希望全世界的人都能够爱护动物啊！你看啊，这自然环境多好啊！司机真好像还怕他被压死了啊！
我们来到了这个地方，这个地方是哪里呢？这个地方呢叫做宪法广场雅典。对于古希腊的城邦的生活来说，国家的利益啊高于一切，就是古希腊宪法的最基本的原则。有一个人叫做亚里士多德，他曾经将古希腊的各城邦的法律分为什么宪法跟普通法律啊。他的什么有一个部分叫政治学啊，这个政治学呢是非常重要的一部作品啊。那政治学呢，其实就是很多古希腊宪法的这种源头啊。政治宪法与未来宪政长期以来啊。所以很多人说，从古典公民到现代的公民，关于古典政治、古典公民，我们以古希腊作为一个现在很多世界上法律的缘由，绝对是有它的原因的。古希腊它就已经采用了民主制，你看看多不得了。来，那我们当然呢不谈古希腊的宪法，但我们来到了雅典的宪政广场、宪法广场。在宪法广场前面呢，就可以看得到这一些非常特别的卫兵交接哦。
普拉卡是希腊首都雅典的一个商业区，位于宪法广场的西南边。它旁边呢有很有名的卫城，一个融合古典东正教建筑、现代商业化的商城啊。在这附近呢，也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地方哈，叫做什么？叫做旧城啊。我跟你讲，来希腊哈，世界上有几个地方呢，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你要放慢你的脚步，你要呢调整好你的心情。第一个叫希腊啊，第二个叫西班牙啊，只要是西班牙语系的啦哈，你不能挤哈，他们的整个动作呢，哇塞，慢到呢，他们速度之慢哈，工作一点那个什么，那个叫什么？进度都没有，哇！这种整个 lazy 啊，很懒散的风格呢，这有时候在跟他讲话就那么个巴了啊，很讨厌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生活在忙碌的节奏哈。如果你再跟日本比起来，跟香港比起来，台湾速度又算慢哈。台北、高雄，你又跟高雄比起来，台北又算快啊。所以每个环境、每个生活的环境不同的，造就成不一样的感觉。我记得我们之前第一次来到了希腊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我们是遇到了刚好。这个希腊整个崩盘掉哈，要欧盟来救它啊。这上面有没有开始有一种 feel 啊？希腊的风格啊！我告诉你，到后面的小岛上面呢，哇塞，迷死你啊，更棒啊！那我刚刚所提到的说，来到了雅典旧城啊，这个雅典，当然我们到后面还会来到这个像卫城啊等等啊，雅典它所带来的历史文物就不用讲了，希腊文化哇，历史啊，罗马之上啊，更不得了啊。所以我刚刚所讲的哈，你看看蔚蓝的天、米黄的古典欧式建筑，来了这种白色的这种山城，哎呦，希腊真棒啊！希腊其实很适合在春天、秋天来啊，但很多人秋天不会来，其实我觉得秋天来希腊还不错啊。希腊在夏季来的时候哈，是才能够看到蓝天白云嘛，冬天比较少人来哈，因为怕下雨哈。来希腊下雨会一点点的扫兴了哈。但是夏天来到希腊又很热哈，但是它的热是干燥的热哈，不是潮湿的热。还适当的热哈，也要你冻袂掉。啊，那打湿的热呢，哦，还规身躯袂凉体体哈，感受拢无啥相共啊。所以我到了讲过，讲来到这个国家，来到这个所在，你一定要有一个观念，第一，因食饭非常非常的晚哦，所以呢。各位观众朋友，你若来国外佚佗，你若爱看这个国外这个国家的人哦，就像你到台湾，真侪这个公园啊，真侪这个什么中老年人带嘛咧运动有无？袂使讲中老年人，老岁仔带嘛咧运动有无？跳舞哦，你到中国去看嘛有，但是你到欧美国家你去看，像会使三几了以后坐伫这个公园啊，安尼带嘛咧食土豆啊、唱歌，无可能的代志，那就干扰人家。那这个民俗风情不一样啊！你在台湾到处都有免费的厕所可以上，你到了欧美国家就没有嘛，所以民俗风情不一样。所以来到希腊，第一个观念要先架构起来，这里的人所有的速度都是慢，连吃饭都很晚，他们的吃饭时间甚至都要拉到12点、1点、2点以后。然后呢，晚上呢有时候8、9点、10点以后才开始吃饭，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步调。他们已经为了亚洲团体呢，开了很多的团体餐厅，已经尽可能的提早，但他改不了他的民族本性，就是 lazy 啊，什么东西都慢慢来啊。所以呢，你一定要能够适应他们的文化，而且呢，没有什么规章跟我们想象当中，虽然讲欧美国家拢小港，什么小港，你去看德国人的一板一眼，你去看日本人做事的一板一眼，你去看美国人的 freestyle， 你再看看希腊雅典这边的人，哇塞！有时候忽然间想一想，难怪他的国家经济会垮掉是有原因的这个国家有半数以上的人都是从事公职人员，年假奖金拿到手软，放假放到天昏地暗。这种国家放假放到天昏地暗，只会想要放假，只会想要拿奖金，国家不倒才怪。所以希腊经济会崩盘是最大的因素之一。这是哪？这是奥林匹克竞技场。古代奥运起源于希腊祭祀天神宙斯的奥林匹克竞技会。奥运会的缘起就来自于古希腊的文化背景探索。希腊是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来到这边，岂可不看它的发源——奥林匹克奥运？希腊人的生活文化当中离不开宗教跟神话。
所以他们认为只有将人类最美好的超群力量、健壮的这个躯体、高超的技艺、勇猛的意志，把它献给诸神。也是因为希腊文明传承至了罗马帝国，你才会发现，在罗马的很多的雕刻有没有那些人的力与美，有没有像那个 David 啊等等啊，哇，那个 muscle 用大理石的雕刻，在石头上面展现人们肌肉的纹理，表示对神的尊敬、感激，实现美好的愿望。祭神活动在古希腊活动当中占有非常重要。古希腊人对于神明顶礼膜拜，在祭坛前向神灵奉献最精湛的技艺，显示他美丽的什么这个青春的肉体，真的啊，精行健美，慢慢形成了一种赛会活动。当时最主要的祭祀神明的4大集会活动，有祭祀天神的宙斯的奥林匹克竞技会，有祭祀太阳神的阿波罗及皮西安竞技会，有祭祀海神波西顿的伊斯米安竞技会，还有祭祀大力神海克拉斯的里米安竞技会。你看这几个都很有名哈，因为这些在欧洲你都看得到。其中宙斯被希腊人奉为众神之主，拥有至高无上的 power 权力力量。因为祭祀天神宙斯的奥林匹克竞技会也受到特别的重视。古希腊祭祀神明的4大集会活动，形成每年在不同的地点所举行的传统。刚好4年轮到一次，轮到了奥林匹克竞技会。就这4大集会活动嘛，每一年不同的举行，不同的传统。所以为什么延至如今4年办一次奥运，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来的，因此形成了奥林匹克运动会4年举办一次的由来。这里是卫城，这里也是鼎鼎大名的雅典首都，在卫城。这阿迪库斯剧场建在罗马时代，它中央的舞台呢是3展3层式的建筑结构，半圆形的剧场，直径有75米位于一个可以容纳6000多人的户外剧场以前的这个罗马人真厉害他们常常会盖这一种什么半圆形的剧场这种呢，在听众任何一个点都能够听清楚舞台上演员的声音及音乐的演奏所以，如果你要推敲到罗马时代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前在众神文化当中传说这个像什么亚瑟与恭维呢？所有人都听得到为什么？因为呢，就是有鉴于罗马人当时所建造的这一种什么半圆形的剧场出来这种半圆形的剧场它等于是集音箱一样在这一座古露天剧场是由大理石建造而成，3层式阶梯的舞台，后墙呢，据说当时建造的时候应该有屋顶的但是呢，现在可能年久失修了。这里每一年的夏天一样会被租来作为夏日音乐剧的地方还要往那边去，南边去一点我们待会儿到顶上，大家可以到这个边边来看这个剧场。当然，这个剧场的话呢，没有像下面这个剧场保留的那么完整但是它的规模要比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要大然后这边呢，这边的话呢是山门要进卫城必须要通过这个山门才能进去。最上面的话呢就是帕特农神庙，也就是说雅典娜神庙我们看到他的拿的那个就是枪一直出到。这小刘在讲解有没有其实小刘很可爱真的虽然他年纪大我好多岁但是我知道他只要看到这种古历史他自己其实很开心而且他也enjoy在他自己的工作当中，这也是我很喜欢跟他合作的其中一个重点我常讲一句话。全台湾这么多的旅游市场他得给但是要如何找到一个真正对旅游有兴趣、愿意
投入在其中的人，反而是不好找的啊。所以如果遇到了这样子的人呢，我都会呢特别的格外的珍惜跟他的合作。这个柱子的话呢，是在1979年的时候的一个复制品啊，就是说在1979年，他们把原来的东西拿到博物馆，现在呢做了一个复制品。其中有一根柱子看的比较新的啊，那根柱子的话呢，就是它现在存放在大英博物馆里边。这个英国人呢是在奥斯曼统治的时间啊，把这根柱子运到了英国。雅典卫城在希腊文当中就是在高处的城市的意思啊。希腊其实有很多卫城的遗址啊，不过就属雅典市区的这一座啊最负盛名，它也是希腊众多古遗址当中最有名的一个。现在我们来到了位于海拔150公尺高的丘陵地上啊，在雅典的市区到处逛的时候，几乎都可以看得到最高的这个卫城。也就是说，它的神像在靠东面，太阳升起的时候就能这个照到雅典娜。那另外的话呢，我们抬头看，就是说在这个柱子上面的横梁上面的话呢，还有很多的这个雕啊。然后在三角区，大家看到就是说那边屋顶上面也有一个人，一个男人的像。然后这边的话呢，两头有马头啊。这个据这个希腊神话说的话呢，这个雅典在西元5世纪的时候，雅典的居民为了祭祀的雅典娜女神，在这一座山丘新建了这个神殿。卫城除了是祭祀雅典娜的圣地之外，也是古时候政治以及社交场所防御的要塞。卫城上一座座的建筑更是古希腊建筑的代表作，在建筑史以及艺术史上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以及它的意义。当然，很多人说希腊要冬天玩呢，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冬天一到像整个希腊的那个海景海边一个人都没有就是什么意思？不可能，他天天都大风大浪嘛下大雨，还是会有艳阳天蓝天白云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可以享受无人的希腊这个你要说它好还是不好很难说那我们先来说说，在古希腊的神殿建筑当中，最大的特色就是又高又有雄伟的一根根的巨大的石柱它是我们绝对不会错过的焦点呢。希腊的柱子分为3种，最朴实的柱子多利克式，最上方的柱头没有多余的装饰那还有一种叫做艾奥尼克式螺旋桨状的螺旋式的最后一种叫做科林式式最大的特色呢，就是柱头上面有很华丽的雕塑，这些呢，也就是代表它在不同时期不同的雕塑。雅典市区另一处有名的神殿遗址就叫做宙斯神殿，也就采用这一种。有看到刚刚拍过去的，也就是宙斯神殿。其实古希腊建筑的柱形当中，不只存在于希腊的遗址当中，也被运用在现代化的豪宅当中，也会用希腊建筑哦。希腊柱子都是这样凹进去的突出有这个人，然后中间有一个扣，一块一块叠起来以后呢，成了长长的一根。很多人说罗马的有一些文明跟知识呢，又源自于希腊那你看看，从以前的希腊，他们的民族式他们的这种古希腊、古罗马风格的欧式建筑呢，几乎有一点的融合在一起。所以现在呢，如果你家是豪宅你就会开始搞一些欧式建筑，有没有但是呢，你比较不会搞什么用这个中国式的，为什么因为在建筑历史上面呢，欧洲人真的比较厉害古希腊石柱也是来看古希腊遗址当中的一个很大的特色。所以这9条古希腊这个9条，另外一个特色就是啥？高跟大，
圆条啊，一个对一个圆柱的这个角角啊堆叠起来哈，所以柱身表面上有连续的凹槽哈，想到没有卡着会嘛？每一块圆柱的这个角角顶中呢，各有一个圆洞哦，可以把这个石块固定的套好。那这一些也就是变得，有时候如果经过地震或者是什么战争啊，这些石块就很容易被摧毁啊。那你别小看这些石块哈，你看这些石块这么重哦，不容易啊，非常非常的不容易哦。在卫城我们可以看得到戴奥尼索斯的剧场啊，从上俯瞰下去，你会看到这边呢，你会觉得说啊，怎么都是这种破烂的？其实不是破烂啊，就是遗址啊。在欧洲很多的遗址就是像这个样子啊。还有看到什么胜利女神神殿呐、历史课本当中我们刚刚其实已经拍过了哈，帕德嫩神殿啊，哇，这真的哈。地上那一个石块啊，就是你徛在迄个店顶馆呢，你按那去看，你会使把所有雅典地馆的卫城的所有古迹呢，你都看得到哦。在这最有名的，其实卫城当中最有名的就是帕德嫩神殿呢，有46根高达10多公尺、高上宽下窄的多利克式圆柱围绕而成啊，看起来相当的震撼以及惊人啊。这也就是我说的小时候我看到的这个电影啊，所留下来啊的印象啊。那现在呢，你看我们佩佩啊，就站在这个方块呢，围绕一圈，有没有看到帕德嫩神殿？在右手边那边哦，一色鬼啊哈，就是当中最震撼的哈，46根高达10多公尺的圆柱，给它起起来啊。每一根圆柱的延长线呢，会在5-6公里以外的高空上面交叉在一起哈。哇，虽然你看起来好像是破烂的哈，或者是不是破烂，不能讲破烂哦，好像是那种废墟啊哈。但它重点就在这啊，毕竟这么久的历史的能够留下来，像现在这样已经算很不得了了啊。古希腊人在占领土耳其人呢，在占领当时希腊的时候呢，这当中呢，所有的神殿呢，被各式各样拿来做过不同的用处啊，包含了火药库等等呢。威尼斯人入侵了雅典的时候，又将整个神殿呢炸得体无完肤啊。那你就知道为何今天卫城会留下来看到这个样子，它都是后代慢慢的重新的修整完了啊。传说当中的雅典娜女神海神波塞顿，为了争做雅典的保护神，宙斯提出，谁能够给人类一件最有用的东西，雅典就送给谁。这个两个人进行斗智的地方，海神波塞顿用3叉戳往地上一插，地上涌出了清泉。另有人说是敲岩石啦，那个就跑出了一匹战马啊。而雅典娜则是用长毛石的这个插在石头上面，长出了一棵枝叶茂密的橄榄树。最后怎么样？雅典人选择了橄榄，因此雅典娜成为了雅典的守护神。这座城市因此被命名叫做雅典。这也是卫城上面伊瑞克提翁神殿最著名的故事传说，美丽吧？非常棒啊！